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艾克斯。那先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说我以前就制作过艾克斯的教程了，不过以前不太专业，也没想到现在会做的这么专业，所以左思右想之下，觉得还是完整的重做一次给大家吧。首先，艾克斯的被动就是2条血，第一条橘色的血我们就称之为护甲，没了的时候会让自身短暂无敌，而且可以翻滚位移一段距离，这个位移是可以透过移动摇杆来指定翻滚的方向，这点非常重要。然后我们持续攻击野怪和敌方英雄都会掉出一个小瓶子，我们看到在敌人右边有一个绿色、黄色、橘色，像温度计一样的圆弧形刻度，打满60%，瓶子就会掉出来了。2条血都在的时候，捡了可以直接回护甲；只剩1条血的时候，捡了可以回能量。因为我们只剩1条血的时候，必须要让能量回满，才可以让我们再次拥有2条血可以浪。虽然随着时间也会为自己加能量，不过透过捡瓶子可以加更快，也关系到能不能放大招。再来1技能，扇形范围喷火，敌人身上刻度被烧满到红色时会变成真实伤害。然后2技能，在指示器最远处从天而降5个木桩，1.7秒后会拉回自己身上，可以帮助自己捡瓶子跟把敌人往自身方向拉动，造成控制效果。再来大招，指定方向位移后开始旋转喷火，造成伤害跟缓速，位移时撞到敌方英雄可以缓更多，转7下伤害之后爆炸，造成大量真实伤害，也可以自己再按1次大招提前施爆，护甲越多造成的伤害越高，但释放期间护甲被打光了的话也会提前施爆，当然爆炸的伤害就比较低一些，然后爆炸的瞬间会让护甲消失，也就是说只剩下1条血，当然也会触发被动的位移效果，而且在爆炸的瞬间还会为自己清除异常状态，让我们在没了护甲的当下能有更多的操作空间。而且我们没了护甲之后，1、2技能的范围会变远，可以更轻易的和敌人进行拉扯，而且普攻也会变成远距离。再来我们看出装，第一件百战神斧，鞋子放第2个，因为开场时就会推荐我们出鞋子就可以点了，这样可以小件鞋子出了就直上百战神斧，很方便。再看情况出哪种鞋子，然后出冰杖，增加吸血能力和跑速，还能缓速敌人。再来复活甲，我们艾克斯用复活甲站起来是会有2条血的，可以立即释放大招，也可以用1技能吸护甲。后面2件要出攻击还是防御，我觉得都可以，就看情况来出吧。那我是觉得蛮力胸甲现在还能加跑速还不错，不过防御并没有加很多，主要是它的跑速好用，还能加一点点的攻击力，是件通包的装备。然后神域可以让我们自己回血回护甲更快，当然我们魔防不够，可以替换成女武神也行，或是敌人的招都能用走位来处理的话，狩猎自己也很棒，拉扯起来会更舒适。徽记可以带战士徽记或坦克徽记，对于艾克斯的收益都不错。坦克徽记可以让自己在破甲状态时生存能力更好一点，战士徽记则是让自己的吸血能力更好。第一个推荐带灵巧，移动速度对于艾克斯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需要跟敌人放风筝，然后先用盛焰，最后不解怒火，可以回血又加伤害，是目前和艾克斯最搭的。战场技能带瞬移或冲锋，当然艾克斯也可以打野，但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我们要带来一把非常漫长的实战啊！这场的话是我单排的排位赛，不过当时我在录制这一场的时候，我的徽记还没有换成不解怒火，我当时还是带无畏重击的，那我后来也是发现不解怒火会更好一些。不过在后来我换好我在前面介绍的出装方式之后，就没有什么时间打了，而且打的都是非常顺风，不然就是队友太强，不然就是队友太弱，直接爆了。为了让大家不要说我虐菜，我只好拿这一部我玩的比较菜的来让大家欣赏一下了。这场是打的比较辛苦一些的，游戏时间也非常的长，大家看进度条就知道了。但其实艾克斯就是一个虐菜专用角，在前期的
的，所以我事后也都是换成了不解怒火，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吸血量太大了，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的，而且最主要不解怒火也可以提供一点伤害，而且还能回血，最重要的是我有百战神斧就可以很好的吸血了。那现在这个弗雷亚7级啊，竟然还这边嘲讽我，那我就直接过来给他烧一烧，但我现在兵杖还没有出，还是追不太上弗雷亚的而已，但是他这边勾引，果然泰格就从旁边出来了，直接给我一套控制，哇，他们控到的伤害让我连大招都开不出来啊，但那也不要紧，因为我们破甲之后是还会有一个翻滚的，可以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哦。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我的大招都开不出来，其实已经讲了第2次了，然后因为我们的大招其实回非常快的啊，完全不需要去省大招，尤其是在我们的护甲只要被打破之前，最好是就把我们的大招给放出来，当做一段位移来使用，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那种情急之下放出大招的话，还可以对敌方英雄造成一点点的伤害，因为就算不放也是浪费掉了，因为我们也是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来集我们的能量，然后让我们的橘色的护甲再次获得的时候才可以再次放大招。那通常其实我们前面把大招放掉的话，我们再次获得橘色的护甲的时候，我们大招通常也都回好了。所以各位看这边，泰格过来要抓我了，因为我其他路的队友都爆掉了，所以敌人只好都关注我这路了，我就变成了众矢之的了。哇，刚才奥若拉刚才残血，我那一枪竟然点到小兵身上啊！但他也马上施了回复，我并没有用瞬移过去追他。敌方3个也在这边想要搞我，其实我更希望我的决绝现在跟着我们打野一起去抢乌龟才对的，而不是留在这边陪我，然后没有什么作为，然后待会就送头，这样让我会更难受的。这也是大部分的玩家都不清楚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才是。那现在看到我的能量快要回满了，我的大招就又可以再使用了，所以刚才前面说我们在破甲之前把大招随便乱用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像现在这个相对位置很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就不需要随便乱用掉了。但这边其实我也莫名其妙被包围包了很久啊，然后决绝也大招用掉了，那他应该回家了吧？哎呀，他送头了。但这边敌方对我发起进攻，我是完全没有害怕的，因为我是有复活甲在的。我也是怕被弗雷亚秒护甲，所以我就直接大招了，被拉开距离可以瞬移跟上，所以冲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还有因为我们是残血的，这个泰格瑞尔看到我残血，他还想要过来收我啊，可是他顶着防御塔，怎么可能打得过我呢？但这边我原本是想要回家了，可是我看到欧若拉还在推我的兵线，那我必须要稍微弹性一点呢，而且决绝在我身后，哎呦，这边完蛋了，我直接被大招了。但这也没有办法嘛，现在全队的希望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那这边也是没有办法了。那趁这死掉的时间，我刚才还有一个东西还没有讲完，就是我们残血时，回复到有护甲状态时候，然后我们用大招的时候，我们用完，那个血量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大招后的那段位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一定要操控好方向，才不会让我们在爆炸完之后就直接送头，也可以为了方便操作方向，我们转到7下之前就直接主动施暴，这样也可以确保我们在残血的时候炸完大招完毕时可以位移到正确的方向。因为其实我们在破甲状态时的血量，我们在能量回到满时会马上拥有护甲，而第一条绿色的血量并不会再增加了，必须等到我们吸完护甲之后才会开始吸第一条基础的血量。那现在这边我的队友们被阿鲁卡多杀成痴呆状态了，我本来想过去帮忙，可是看到利奥摩德已经追死欧若拉了，阿鲁卡多也拉开距离，我本来想回上路，但泰格瑞尔并没有推到兵线支援了过来，所以这边我是必须来支援我的队友的，以免泰格瑞尔过来支援把我的队友全部收掉。那我看着他也是跟着他烧，直接把泰格瑞尔的头脑给烧坏，而且我们的决绝大招是可以解控的，根本不怕泰格瑞尔。那这边中路会战打完了，所以我就直接撤退往上路来走了，可是我的队友们竟然又不撤退啊，一定要送回去才舒服，这样我也是没办法了。那我看上路的防御塔剩一点点了，我想说上来推一下，那这阿鲁卡多过来阻止我，那我也是直接对着他烧，那烧到第2下的时候，伤害就会变成真实伤害了，打人会变得非常的痛，而且我们在有护甲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吸血系数是非常
高的，所以只要我们在没有被控制的状态下，敌人会觉得我们非常的肉。那这边也是来包夹着欧若拉，但是我们的凡哥莎娜不早点把他的大招给放出来，我情急之下就直接走进去了。因为其实敌人已经死了2个英雄了，再把欧若拉收掉，就算敌人再来支援，也只剩泰格瑞尔1个人，还有另外1个雷拉而已。这个就是当我们想要冲塔之时，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说敌人剩几个，这样我们要上就要果断一点，不要在这边拖拖拉拉的。就例如像现在我们看到雷拉在下路，而敌人已经死了2个，然后出来防守2个，可是我们有4个人都在，那我们要上就要果断一点，快速的把敌人给收了。那如果像刚才防御塔已经剩一点点血量的话，我们也可以快速的把防御塔给拆了，然后就可以很好的把英雄给都收了。或者是说防御塔有很多血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防御塔当做成是一个英雄，它的伤害量是跟一个英雄其实是差不多的。那现在因为我们的利奥摩德本来去守雷拉，结果被雷拉给单杀了，那我们凡格莎娜怕他偷推，所以回家守了。可是我们的米娅还不退啊，我这边也只好继续帮着他了。那现在这边这个会战，我觉得我的一技能就可以吸得回来了，而且决绝还帮我放了治愈之拳呢，所以我并没有把我的大招给放出来，直接一技能对着烧，给他们真实伤害也是非常痛的。而且主要是因为我现在是有复活甲在身的，所以我不急着把我的大招给放掉，我如果站起来再放也是可以的。或是说刚才如果我要放大招的话，我也可以在一开始我的护甲还是满的时候就放，那我的伤害也会才比较大一些。那主要我刚才那样的选择也是因为我的队友刚才还没有到，所以我就选择了直接烧了，并没有开大招来转，因为我们大招用掉之后，其实我们的血量就是剩一点点了，所以我们要放大招都要看好时机，这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像现在我要过个墙，我就刚好用我的大招了，而且我现在的护甲是满的，所以看到我炸那个弗雷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现在这边因为我大招用掉了，我本来想找个野怪帮自己减瓶子，回个护甲，顺便等领主跟兵线，可是我的队友又上了，在这边没办法，我只好回来帮忙烧一下阿鲁卡多。也是因为我现在还有复活甲在身的关系，所以我这边也是比较勇敢一点。那我这边走位失误了，想用瞬移补上收掉雷拉，却又失误卡墙，那就只能等复活甲站起来，再用大招把雷拉给秒了。那为什么刚才是要直接用大招，而不是一技能过去烧呢？想说可以直接把它烧死嘛，但是事实上刚才烧死它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因为雷拉的普攻其实是非常会吸血的，那我们一技能不一定吸得赢他，但是我们的大招有护甲的话是会给他直接有真实伤害的，而且他刚才的那个血量我们可以很确定一定能在一个大招就直接把他给秒了，我们直接大招过去，然后主动引爆，可以让雷拉没有任何一点吸血的时间跟反应的时间。不过像刚才我的基础血量几乎只剩1滴而已，所以我们在左方的移动键一定要调好我们接下来爆炸完之后位移的方向，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的利奥摩德还在家里面收红呢，所以我是希望我的队友能够稍微撤退一些，尽量不要跟敌人起冲突，这样就变成4打5了。所以像这种状态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离开，然后打一个撤退灯，避免我们在队友的旁边，然后他们觉得说队友都在可以打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上了可是我这边直接离开，我的队友还是直接就上了，直接在那边打起来了，所以我这边也是非常纳闷啊，不知道为什么队友就打死不退，所以我只能先回来看看。结果我们的利奥摩德从后面绕过来呀，直接追这个雷拉，但他突然又不追了，又跑去追欧若拉，哇，那就没办法啦，敌人后面是还有人的啊。那现在其实我是有点小绝望的，我看我16颗头，但是我的队伍的总人头数竟然还输对面啊。老实说，其实我是最讨厌打到这种局的，一般来讲，也就是说我的队友或者是敌人至少都有1个或者是2个以上不太会玩的，才会有可能打出这种好像虐菜一样的数据，而且游戏时间也会被拖得非常的长。然后像这一场的话，就是我们队伍像我比较会玩嘛，然后对面可能阿鲁卡多比较厉害一点啊，所以说这场的局就会被拖得非常久。那现在我们领主要出生了，这边要准备来打领主的团战了。结果经过这场
草丛的时候，敌方2个在里面等着啊。那我看我的队友感觉已经碰撞起来，我就对着他们烧一下。可是我队友已经撤退了，那我现在是身上没有复活甲，所以我必须稍微龟缩一点。但我这边发现机会了，我直接对着这个欧罗拉直接转大招，看到没有？我有满护甲的大招，爆炸伤害是非常恐怖的。不过其实刚才绝绝根本不需要为我发大招啊，他不知道我转完之后是有一个小小无敌的时间的。那现在敌方死4个，我们还有3个，当然就是直接来打领主了。而且我直接打领主的话，可以让我们迅速捡瓶子，获得护甲。这样子虽然说敌方只剩一个阿鲁卡多，但是他是打野，他是有能力来跟我抢一下领主的，因为他是打野，而我们的打野已经再见了。所以阿鲁卡多一出现，我是一定要直接打阿鲁卡多的，先把他收下再说。哇，我天哪，这个阿鲁卡多大招实在是吸蛮多的啊，他直接把我的队友全部收光了。那这边他没大招了，他准备要逃命了，所以我这边就直接大招追过去，然后距离不够，用瞬移跟上。不过我这边应该是完蛋了，因为我刚队友全部都死光了，只剩我一个人。虽然说我现在还有复活甲在身，那我现在复活甲被用掉了，弄出来，我一技能没有按到啊，然后我又担心我直接被秒杀，所以我也是直接把大招给交出来，然后把欧罗拉给换了。这边事后看了一下，我刚才应该是要一技能先烧一下才对，因为泰格瑞尔跟欧若拉其实伤害并没有那么高，我应该是不会死掉才对。不是讲错了，应该是说我的护甲应该是不会被他们打掉才对，应该可以先烧回一点护甲，然后再来看情况，再来放大招，那结果会更好一些。不过这边也只能靠一下这些不靠谱的队友了。看到没有？这个利奥莫德又送给雷拉了。然后现在看到米娅跟凡哥莎娜又在那边蹲草，结果他被雷拉一技能打到，他不走啊，选择直接回头跟他对撸。还好的是说，凡克莎娜大招下来的领主有把雷拉给收掉，虽然他也是被弗雷亚给收掉了，但这样至少弗雷亚打领主的速度会稍微慢一些，我们也比较不容易被反败。那我这边也是率先复活了，我看有没有办法赶上弗雷亚打领主的速度，然后踩个这个箭头风过去，然后喷一下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抢到领主。很可惜还是被弗雷亚给抢到了。那其实刚才要是我开大招过去的话，是100%可以抢到的。那我没有开是因为，这弗雷亚头壳烧坏了嘛？阿鲁卡多头壳也烧坏了。这要是敌人他们都没有打字的话，我还以为这是电脑人机呢。他们这些行为也是让我吓一跳啊！不只是我的队友啊。回到刚才的话题，我说刚才抢领主，我用大招是一定可以抢得到领主的。那我刚才没有开是因为我没有复活甲啦。艾克斯的缺点就是只要把大招开完之后，看到我的绿色的血条只有3小格，对到弗雷亚他是可以不需要大招就直接把我给秒杀的。所以我们艾克斯的大招其实也不能随便乱用啊，尤其是敌方是有办法可以秒杀人的一些伤害的角色，就例如这一场敌人的弗雷亚还有阿鲁卡多都是有能力可以办到的，就是趁着艾克斯把大招丢完的时候，立刻对艾克斯发起进攻，这样子就很容易可以把艾克斯给收掉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复活甲还没好的话，我是不敢随便放大招的。而且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游戏时间已经19分了，其实在18分之后游戏就算是大后期了，然后我们的复活时间也会非常的长，这也是考虑的原因之一。所以刚才并没有放大招跟弗雷亚抢领主，宁愿就是抢看啊，如果掉的话也就算了，因为大后期的话大部分全部装备全部的英雄都是满装的，所以是清领主也非常快的。而且啊，像这种打这么长时间的，常常会遇到一些很奇葩的状况，像刚才的弗雷亚就在那边挂机了，常常游戏时间太长，有时候就会拖到一些趁着空闲15分钟想要随便打个1场的休闲玩家，然后他们事情来了被打扰了，就可能会挂机。这我在打太长的时间的局里面常常发现有这种状况。那当然在后期死掉是非常惨的，因为18分之后我们死掉的复活时间非常的长，像刚才弗雷亚死掉就需要用到50秒的时间。有没有看到这阿鲁卡多啊？他刚才也失误了，还有这个泰格瑞尔他冲出来送啊，这样子他们2个死掉的时间有的话各自50秒啊。弗雷亚虽然要复活了，但是也没有用了，所以我现在内心是非常开心的，终于要结束这场非常漫长的局啦，打了20几分钟了。虽然
说雷拉打我很痛，但是我有复活甲，所以他说他也是拿我们没辙啦，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的主堡爆炸了。哎呀，这场真是累死我了，讲了20几分钟。好，那这一期为什么做艾克斯呢？其实艾克斯跟之前我做的影片是有一点差距的，中间是有一个小改版的。以前是推荐做嗜血利斧，但是现在是推荐做冰女王杖，而且主要也是关照一下大陆地区的玩家，他们如果玩国服的话是没有我最近出的这些英雄的，所以我也是想了想，做了艾克斯的教程给大家，并且艾克斯是非常适合拿来虐菜的。这边大家看有没有他们还在吵架呢？要不是在那边打字，我还以为他们都是人机呢。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小雨，我们就下期再见喽。